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艾玛。上期播客跟大家聊了聊2026年的运势，还有需要格外留心的4个属相，以及一些相应的对策来提升你的能量。那我已经认真执行了，红色穿着呢，幸运手串戴着呢。是的，这个手串不是什么名贵的材质，但是它很特别。这种材质叫做朱砂。朱砂在中国文化当中是非常有名的，用来辟邪的东西。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中医，他定期就给大家举办讲座之类的。那他就提到有一次跟太太在欧洲旅行，他们选择住的地方是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堡。他们住进去之后，当天入睡的时候就发生争执。他当时就觉得整个能量场不对。他说平时跟太太是很少发生争执的，但是那一天就莫名其妙的控制不了自己的火气。他想到这之后就觉得，哇，这个古堡的能量场还是挺强的，毕竟是有数百年的历史，这里边发生过很多故事，住过很多人，所以有很多看不见的能量在互相交织影响。想到这里，他就赶紧拿出一小撮朱砂，抹在自己的额头上，然后给太太也抹了一些。接下来之后，两个人睡得都特别安稳，接下来的几天也都没有再发生奇怪的事情，或者是发生争执之类的。所以朱砂能辟邪，这个在中国人当中应该是妇孺皆知的。对，所以我今年也弄了一个朱砂手串，赶紧戴上了。大家呢，你们做了哪些准备了吗？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走散的朋友。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知心的好友吧，曾经无话不谈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或者是具体的冲突，但是你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，不再像过去那样无话不谈，甚至到有一天想去跟对方联络的时候，反而会犹豫，怕打扰到对方。这样走散的朋友还真的是让人觉得挺意难平的。我的好朋友叫小娟，她是我的高中同学。高中的时候，我们俩从被安排到做一桌开始，友情就开始了。小娟长得头是圆圆的，眼睛小小的，但是她特别爱笑，就特别可爱、特别温柔的女孩子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性格比较外向，有的时候比较倔强，但我们俩就玩得特别好。我之前有一期讲到我曾经的老师，那个故事当中就有提到，在我受委屈的时候，老师为难我的时候，下课就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小娟，她极力安慰我，逗我开心，甚至背后骂了老师几句。是的，对。说到他，我就能想到很多很多回忆。先从我印象最深的说起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大家总体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。那我们有的时候，家里人过来看望我们，会带一些买的零食。有桃酥饼干啦、罐头啦，还有一些个坚果之类的。每次他妈妈来看望他之后，
他都会把那些东西跟我一起分着吃。那个时候的零食真的还是挺珍贵的。我们平时都住校嘛，所以零花钱虽然有一些，但是平时学校是不让我们出去的，只能在学校门口的一个小卖部里边买东西，里边的种类是非常有限的。但是家里人来看望我们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啦，能带来很多好吃的。所以差不多每1个月吧，家里人就会来送一次东西。那我妈妈来送一次，我就会跟她分着吃，而她妈妈来送一次，她也会跟我分着吃。这样我们好像就几乎不间断的都可以有零食。还有印象比较深的，有一次夏天的时候，我跟他一起去水房打冷水。打完水之后呢，我们班的男同学刚好也过来打水，我们俩就互相对视一笑，就开始喊口号，就是军训的时候喊的“1、2、1”，大家一边走路一边喊着这个口号嘛。所以当你听到“1、2、1”这个节奏，手脚就会不由自主地配合这个频率。我们俩就在旁边看着，只要是我们班的男同学过来打水，我们2个就这样喊，他们几乎所有人到最后都会配合着我们喊的节奏往回走，那个感觉特别好笑，特别滑稽。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衣服是可以互相换着穿的。现在想来挺不可思议的哈。但那个时代毕竟是几十年前了，在小地方，大家之间的情感还是很纯粹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去拍照片，我们4、5个玩的比较好的伙伴，约好了那天一起去拍照片。但那天我好像没有合身的衣服，但那天我自己的衣服洗了没有干，还是什么原因，他就找出了一件他超级喜欢的半袖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那是一件条纹的半袖。他翻出来就说：“你穿这件，我们去拍照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穿另一件。”然后我就穿上他的那件衣服了。穿上之后，他当时就说：“诶，这个衣服有没有味道？我闻一下。”他给我穿完之后才想到确认这个衣服是否干净，因为这件衣服是放在一个衣柜里，应该是放了有些时日了。他就低头去闻的时候，刚好鼻子就滴到我差不多胸的这个部位，就特别尴尬又搞笑。我也意识到了，他也意识到了，我们俩就互相看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非常纯真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。那张照片我记得我现在还保留着，就是那一份非常纯真的友情，就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包括在高中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嘛，尤其是高3那一年，就我们一起熬夜学习，一起崩溃到大哭，担忧未来没有出路怎么办，然后又互相鼓励，互相讲题给对方。所以高3那年是最辛苦的，但恰恰是因为身边有了这样跟你交心的朋友，所以日子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。后来我们就上大学了，很幸运的是我们俩上了一所大学，
但是我们是不同专业，所以在不同的校区，但两个校区离得非常近，走路大约就20分钟就能到，骑自行车过去大约只要10分钟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普通家庭出身吧，所以大学的时候除了上课，其他时间就是在打工，赚一些零花钱。我呢，就是干了很多工作啦，比如说，打扫学校的那个英语的语音室的电脑，还有，每年开学的时候征集大家订报纸，订完之后每周给大家发报纸，送到宿舍去。夏天在学校的操场拔过草，还有去做家教。总之，那个时候能找到的零工就都干了。最开心的就是每次发工资的时候，我跟他都还是比较懂事、很节约的人，但是每次发工资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买一堆零食去找对方。嗯，因为给自己买的话就很有负罪感，但是你去看望你最好的朋友，拿着零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心里是满满的幸福感。我记得等到长假，比如说国庆节的时候，学校一般会放1个星期的假。那因为很多当地的孩子就会回去住，或者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孩子就会去旅行。但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的这种长假期去任何地方旅过游，我们就是正常的打打工，或者在图书馆看看书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国庆节，就是我在他那住了2、3天，买一堆零食，我们俩就吃零食，聊心事，畅想未来，还有互相说说最近的烦心事啊之类的。当时我们对彼此的信任和亲近，其实超过了亲姐妹。因为我也有姐姐嘛，但是我跟我姐姐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无话不谈的程度。但我们两个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聊，完全不用在对方面前伪装自己的情绪。我们总是能理解到对方伤心的点、好笑的点，总是能不假掩饰的做真实的自己。当时就是觉得挺快乐的，但现在回看，我真的觉得除了快乐、幸福之外，更多的应该是幸运吧。因为在那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可以这样不设防、完全把心交出去的这种朋友了。所以还是现在回想，还是觉得挺感慨的。那我们大学毕业之后，她就跟着她的男朋友去了北京发展，而我跟我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子一起去了大连。刚刚分开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每周都会给彼此打电话。那个时候在中国，电话卡还是双向收费的。双向收费的意思就是打电话的人要交钱，接电话的人也一样要付钱。那个时候手机费每个月就要花100多人民币，折算成日元就是2000日元。虽然这个价格在现在看来是很便宜了，但是当时我的工资也很低呀，所以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。每次接到彼此的电话都特别开心，好像总也聊不完各种嘘寒问暖，无话不谈。再到后来，随着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又分开在2个不同的城市，就彼此联络的次数开始逐渐减少。
而且很多时候，我打给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加班；他打给我的时候，我在上课。但总之就是联络的越来越少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跟我借钱，借500人民币，也就是现在的1万日元吧，但是我当时一个月工资1500嘛，每个月付房租差不多要有500，所有开销都要自己负担嘛，除了房租、吃饭，还有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，还有偶尔的添置1-2件衣服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月光族，就是每个月1分钱都存不下。但是他当时跟我提借钱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我说好的，你放心，那你把卡号告诉我，我稍后就给你转钱。当时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说当一个老好人，因为根据我跟他相识的这10几年，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。就他但凡有一丁点儿办法，他也不会跟我张口的。所以我知道他如果跟我张口了，他肯定就是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求助的人了。所以我即便没有，我也是绝对不能拒绝他的。所以我当时挂掉电话之后，就跟我另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打电话，我就说我这边下个月付房租周转不开，你能不能先借我500，我最晚2个月内肯定还给你。我那个朋友是一个男生，大学毕业了，我们倒是一直在联络。我们俩是初中的同学，当时在初中的时候，就是彼此有点好感，但是并没有恋爱关系，就是那种朦朦胧胧，觉得很喜欢跟对方坐在一块儿聊天，也仅此而已。后边他看我跟他借钱，也是二话没说，就跟我要了卡号，就打给我了。然后我又取出钱来，立刻又去银行打给我的好朋友。能帮我的人，我肯定不能辜负他。所以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，我就刻意的控制花销，然后在第3个月的时候，就给那个男生朋友打过电话去，跟他要这个账号，把钱还给他了。在还钱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但是电话接通之后，对方是一个女生，对方就质问我是谁，我就如实说了我的名字，然后我就反应过来了，我说，你好，你是某某某的女朋友吧？他就有点生气说，我不是他女朋友，我是他老婆。然后我就反应过来了，对方可能把我当做了竞争对手，他自称老婆，因为在中国，当恋爱关系已经非常稳定的时候，即便大家没有领证，但是也彼此会互相称呼为老公、老婆。所以他说我是他的老婆，很显然就是在跟我宣示主权。他可能以为我有什么别的动机，我就赶紧跟他说，哦，是嫂子呀，2个月前我跟你老公借了500块钱，现在我工资已经周转过来了，你给我一个卡号，我给他打过去，然后就拜托你帮我转达一下，我就不再联络他了，谢谢你。他一听是还钱的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就给了我一个卡号，我就赶紧把这个钱还回去了。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。过了差不多半年，小娟也联系我，跟我要卡号，说想把钱还给我。
然后聊天的过程中又提到他已经结婚了。他当时没有具体说结婚的细节，但是能感觉到他们应该是裸婚，所以也并没有办任何仪式，所以也没有通知我。也就是我知道的时候，他说已经领完证了，然后他就坚持要把500块钱还给我。后边我想，那既然都已经知道对方结婚了，我们通常有一个行为叫做随份子钱，也就是在别人结婚的时候，你要给一个红包表达祝福。常规来说，那个时候普通同事级别的就差不多200。那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500还是可以了。后边他要还我钱，我也坚决没有要。我说没能在现场看到你结婚，但是心意是一定要收下的。所以他也推脱了好久，想办法要我的账号，我也没有给他。最后他才勉强收下了这500。所以在那之后，好像她跟她的老公就回到南方的那个老家，去生活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们的联系就更少了，几乎一年能有1-2次联络，发信息。然后我来日本之后不久，手机上就是弹出一个对话框，就是他发了一个表情过来。我看到他发给我的那个表情，所以我就立刻回复说在呢，告诉他你找我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复你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表态嘛。说到这儿的话，就发现日本跟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。在日本呢，大家用 Line 互相联络吧，但通常都是要隔1天才会回复彼此的信息。据说如果你立刻回复，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，让对方无所适从，不知道是该跟你继续聊下去，还是也要隔1天再回复你，反而让对方觉得很有压力。但在中国，大家用微信联络的时候，就是最重要的事和最重要的人是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络的。所以很多热恋当中的小情侣，经常就会因为对方没有及时回复自己而吵架闹别扭。即便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对方的重要性体现在你能多快的回复对方的信息，也就是你遇到了不想回复的人，不想应对的事，你会找借口拖几个小时才回复，几乎没有拖延超过1天的。所以大部分你真正在乎的人，那基本就是看到了就立刻会回复。所以我也是立刻就说在呢。我特别开心，我在想，我要说太多会不会吓到对方？发完这一条就在等对方回复。结果差不多等过了半个小时，他给我回了一句话，写的是不好意思，孩子乱按的。我收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就回复说啊，没关系，我说你都好吧？他就回复挺好的，就没有再回复其他的内容。那一刻，我其实心里非常落寞，很难过。我想跟他聊聊天，但是我想着他可能在带孩子，或者说他也可能不太想跟我聊天吧，所以才尽量回复的简单。我很想跟对方聊，但是又怕打扰到对方，所以我也只能克制自己，说好的，等你有空了，咱们再好好聊一聊。他也说好的，就没有再聊天了。哇，我那天真的超级难过，我就是感慨曾经2个无话不谈的女孩子，
曾经可以住在一张床上，可以互相换着穿衣服，可以跟对方讲自己的心事，讲自己对哪个男生有好感，这么私密的青春期的萌动的事情。但是怎么就走着走着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想去跟对方聊天，又怕打扰到对方，所以就是小心翼翼，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了。后边我又试图联络了他一两次，但每次回复都还是挺有距离感，也不能说是冷淡，反正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个感觉。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真的就是走散了。哇，心里还是五味杂陈。让我觉得难过的地方就是我们并没有发生过争执、冲突，甚至是误会，什么都没有，仅仅就是时间匆匆溜走，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，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哇，所以想起来我还是挺难过的。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了呢？是因为前天我在看微信朋友圈的时候，发现小娟发了一个动态，上面写的是嗓子有点难受，想咳又咳不出来，还有点痒。我当时就很担心，特别想问她有没有去看医生，有没有好一点了。或者告诉他中医上有哪些穴位可以缓解嗓子的不舒服。我在下边的评论打好了删除，打好了又删除，后边又在犹豫要不要给他发一条私信问问他怎么样了，也是犹豫了再三，还是把写好的字都删除了。因为我进到他的那个空间去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，发现2025年我能看到的只有2条，2026年就是这一条。因为朋友圈有一个分组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把上边所有的联系人分成不同的小组，在发内容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展示给某些人看，而屏蔽掉其他的人。也就是你发的内容，你可以选择让别人看到，或者是看不到。我不太清楚2025年他只发了2条朋友圈，还是把我分到了某些组里边。所以一想到这儿，我自己心里还是有点疼的。我的朋友圈里也确实是分组的，但是小娟是对我所有的动态都能看到的人。但是自从那一次小娟的女儿误发了那条信息之后，她也没有再联系我。我数次想要联系她的时候也都忍住了。我不知道她会不会也跟我一样的心情。所以我那天看完这条朋友圈，心里真的很难说出那种感受，就是曾经所有的美好、真诚，还有那么多共同的回忆，就是走远了。无论你多么舍不得，他们都一去不回头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错。我们都只不过是在奔向自己的生活罢了，所以这个也可能就是成长的代价吧。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就是无能为力的。比较欣慰的就是陪你走过的人，即便现在走散了，他过去带给你的温暖、鼓励、信任，这些东西通通都留在我的脑海当中，留在我的心里边。包括性格上，
能为别人多去着想一些，这个也是受了他的很多影响的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我已经变成他了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可能我们没有走散。对，因为我身上的某些特质就是从他身上学到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也塑造了今天的我的一部分。后边我虽然也交了很多朋友，但再也没有一个这样可以无忧无虑、可以完全交心交底的一个朋友了。我才知道，哇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哪怕是有过，那我终究也还是有呀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样看来也还是挺幸运的。说到这儿，你又想起了谁呢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朋友，他现在还在你的身边吗？你还有勇气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络他吗？他也会第一时间优先回复你的信息吗？如果你还有的话，那么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走散。如果没有呢，也没关系，我们总是要心怀期待，未来可能遇到新的知己也说不定呢。最后就祝愿屏幕前的你，也包含我自己，希望我们都能感恩过去曾经的拥有，也要释怀现在的失去，也要对未来有所期待。无论世界怎么变，无论朋友来来走走，他们终究是陪我们走过了人生中一段又一段特别重要的旅程。毕竟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不一样嘛，就像一列火车，在某一站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那没有几个人能陪你从头走到尾。我们终究要去往属于各自的人生目的地，所以一路有幸同行，我觉得很幸运，也很幸福。那在道别的时候，虽然不舍，但是我也祝愿我曾经的好友，祝你一生顺遂，祝你幸福。如果你有时间想要回来看看我，我永远都在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。如果大家想聊一聊你和你好朋友的事情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